Hello， 大家好，我是 BA， 好久不见。虽然迟了点，但依旧祝大家新年快乐。那么这一期的视频我们要讲的就是逆闪电丹尼尔·韦斯特，他最早出现在 New 52闪电侠漫画第17刊中，是 Iris West 的亲弟弟，也是 Wally West 的叔叔。在闪电侠 Rebirth 的漫画中有解答，丹尼尔实际上是 Wally 的父亲。但丹尼尔并不是一个幸运的人，他从小出生在一个破碎的家庭，很早就失去了自己的母亲，只有姐姐 Iris 和一个从来不关心自己的糟糕的父亲。丹尼尔从小就很孤独，也不擅长交际，没有什么朋友，唯一的乐趣就是抓蟋蟀。虽然他们很吵，但只有听了他们的叫声，他才能安稳地入睡。有一天晚上，丹尼尔的父亲在他熟睡的时候，用一杯咖啡烫死了他的蟋蟀，这让丹尼尔非常愤怒，便将他的父亲推下了楼梯，而这也导致了他的父亲这一生只能在轮椅上度过。害怕丹尼尔逃出了家。过了一个晚上，艾瑞斯脸上带着被父亲打的伤来劝他回去。丹尼尔最爱的就是他的姐姐，也只听他的话，但当他们回家后看到的景象，却让他们大吃一惊。映入他们的眼帘是一个造型狰狞、红黑相间的怪物，一掌伸进了他们父亲的胸口，杀死了他们的父亲。这一切都是那么的突然。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把镜头拉到15年后，成年后的丹尼尔加入了一个犯罪团伙，本来想着能给自己和还在上大学的姐姐带来衣食无忧的生活。不巧的是，第一次抢劫就被刚好同样也是新上任的闪电侠 Barry Allen 抓住了，关进了监狱。5年后，从监狱中出来，又遇到大猩猩古鲁德带着他的猩猩军团在中城全面进攻。丹尼尔和市民们被无赖帮拯救后，放进了镜子的世界，顺便打劫。狂宰炫酷屌炸天的丹尼尔起来反抗，一拳打在热亮的脸上，然后上了一辆轿车，准备逃跑。阴差阳错，丹尼尔的车子撞到了莱伊亚斯博士安放神速力电池的列车，发生了大爆炸。但他并没有死，而是拖着狼狈的身体从爆炸中慢慢的走出来。这时他知道自己已经变得不一样了。是的，那个神速力电池与丹尼尔的身体相连，赋予了他逆转时间和盗窃神速力的力量。神速力已将列车的金属融入了他的身体，同时他的脑子感知到了其他曾经不小心闯入神速力的人，包括闪电侠。这些景象告诉他，只要杀了这些人，就可以夺走他们的力量，变得更强，穿越过去，杀了自己的父亲，改变自己这一切悲惨的命运。没错，这时的丹尼尔就是出现在15年前小时候他眼前那个杀死自己父亲的怪物。在连续杀了3个无辜的人之后，神速力杀手丹尼尔来到了上面提到了对神速力极度狂热，且一直在研究企图利用这个力量统治世界的科学家伊莱亚斯博士的实验室，摧毁了他收集神速力的巨大容器，并全部吸收。就在丹尼尔准备手刃伊莱亚斯的时候，Barry 赶到阻止了他，两个人激烈的扭打起来。为了不波及市民，闪电侠将丹尼尔引到郊外，而伊莱亚斯博士带着他的神速力摄取器紧跟其后，想同时灭了他们两个，取得他们的力量。就在 Barry 占上风的时候，伊莱亚斯给了 Barry 一枪，丹尼尔趁机夺走他的武器，准备秒了 Barry。千钧一发，艾瑞斯出现为 Barry 挡下了这一击。愤怒的 Barry 朝着丹尼尔冲去，不料丹尼尔却利用 Barry 的失控吸取了他的神速力，回到了他小时候看到父亲被杀的那一晚。但当丹尼尔看见哭泣的姐姐，意识到自己的所作所为可能会对自己造成更大的心灵创伤，甚至可能让最爱的姐姐变得更加看不起自己而懊悔不已之时， Barry 引导了丹尼尔身上的神速力，利用它了解了丹尼尔的过去，并重置了一切，重新纠正了丹尼尔的错误，挣脱了黑暗，回到了现在。可怜的丹尼尔又再一次进入了监狱，这次连他最爱的姐姐也不再对他多言。在往后的故事中，丹尼尔·韦斯特也出现过几次，有一次是在上面故事的5年后，再次逃出来的丹尼尔到处寻找 Barry 复仇，声称闪电侠夺走了他的全部。当时闪电侠在很远的巴基斯坦救人，没有赶回来。艾瑞斯和沃利开车跟在丹尼尔后面，想要说服他从良，但是丹尼尔无意中撕裂的马路使得艾瑞斯的车出了车祸，导致艾瑞斯再也无法行走，而沃利直接遇害。20年后，懊悔不已的闪电侠直接从未来穿越过来，拧断了丹尼尔的脖子，避免了事情的发生。关于未来闪电侠的介绍视频会在不久之后奉上，请大家期待一下。还有一次，丹尼尔·韦斯特出现在新52自杀小队第5刊中，这次派遣哈利·奎恩、黑福分、维利巴队长还有丹尼尔·韦斯特等人去中国执行任务。但由于丹尼尔·韦斯特在跟闪电侠 Barry Allen 大战之后能力一直不稳定，所以阿曼达·沃勒就给丹尼尔注射了一些东西，好让他能工作。可惜的是，丹尼尔的表现并不如人意，不仅速度慢，而且跑着跑着就直接跑爆了膝盖。对，他的膝盖跑爆了。在那之后，丹尼尔一直在自杀小队中做事，无奈一直处于半吊子状态，且一直被嘲讽，看得不免让人有些心疼。但在漫画里面，丹尼尔和哈里奎恩的对话戏份很有意思，性格好像也开朗了许多，没那么邪恶了。
而且也越来越努力，拼命救了死射和回力镖队长，也救了寄生魔。最后的最后，在一颗威胁一群孩子的生命炸弹将要爆炸之时，只有丹尼尔一个人奋不顾身地冲了回去。在他看来，小时候被父亲伤害，使得自己变成了一个怪物，连自己的亲姐姐也不正眼看他，所以他最不想看到的就是其他的孩子受了伤害。他捡起了炸弹，扔向遥远的大海，自己却来不及逃离。是的，丹尼尔·韦斯特最后是作为一名英雄死去，而不是反派。好了，那么今天的视频就到此为止。喜欢我的视频，别忘了分享或者订阅。那么我们下次见，拜拜。